大家好，我是 Roland。你知道吗？在这个只有700多平方公里的新加坡，它的港口正在重新定义世界级能力。或许你已经听说过新加坡是全球最繁忙的港口之一，但你可能还不知道，全球最大、最自动化、最数字化的港口也在这里。而这一切的中心，就是正在建设中的大士港。没错，未来它的吞吐量将高达6500万个标准箱。听起来已经非常震撼了，对吧？但其实它的真正厉害之处还不止规模。这里不仅是在规模上领先，更在效率、技术乃至整体布局上重新定义了港口应该是什么样。更让人惊讶的是，把这样技术和经验带向全球的幕后功臣，正是 PSA 一家深耕港口服务几十年的行业巨人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大士港究竟是如何做到这样的？这些颠覆性的能力又是如何向全球扩散的呢？首先，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。大士港这座超级工程规划建成后，年吞吐量将高达6500万标准箱，妥妥地成为全球最大的集装箱港口。这个数据是什么概念呢？对于全球的港口来说，不提效率，单就这个吞吐量，大士港就能占到全球海运货物量的重要份额，这就是顶级枢纽的地位。但真正让大士港与众不同的是，它采用了全方位自动化与数字化系统。你能想象吗？在这里，码头的每个方位、每一次起吊，甚至每一条车道，都是由 AI 智能协调的。与那些在老旧码头上加装自动化设备的港口不同，大士港从规划之初就完全围绕科技设计。它的核心是基于一个庞大而智能的软件系统。举个例子，这个 AI 系统不仅仅负责泊位安排和相位规划，它还能提前预测设备的维护需求，甚至为设备分配最优停靠与工作路径。比如说 AGV， 也就是无人驾驶运输车，可以24小时全天候运作。仅仅这些车辆的效率就已经比传统拖车提高了40%以上。精准、高效、智能，这些让人叹为观止。可是，这样的技术如今却在全球港口并不常见。这背后新加坡的秘诀是什么？它又是如何做到这样的效率领先？接下来，让我们从新加坡港口的基因角度揭开答案。有人可能会问，大士港是不是布局精良、成本低，所以效率高？其实完全不是。根据世界银行与 S&P Global 的港口绩效指数，新加坡港口在效率和可靠性上长期位居全球前列。究其原因，这里的秘诀是高效率运作加高科技力量的结合。简单举个例子，装卸一艘 1.5 万标准箱的超大型货轮，在大士港只需要不到24小时，而同期一些全球其他港口可能需要40个小时，甚至更多。为什么能快得如此极端？核心在于新加坡的运营模式、精准的计划和强大的技术支撑。它不打低成本牌，但总能找到最优解。接下来我们要重点来看下实现这一切的幕后主角 PSA 是如何把这一能力输出到全世界的，这才是压轴亮点。PSA 作为全球领先的港口运营商，它不仅深耕新加坡的每一个港口，还负责管理全球超过50个顶级港口。从欧洲到亚洲，从中东到美洲， PSA 其实早就搭建起一个全球港口网络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大士港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超级工程，而是这个网络的一部分。以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为例，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欧洲港口环境，历史久，流程固化，工会力量强，几乎不可能推倒重来。在这种地方， PSA 做的不是复制大士港的规模，而是复制它的稳定逻辑。重点不是吞吐量暴涨，而是3件事：高峰期不失控，调度结果可预测，延误不连锁。欧洲市场的共性总结一句话：这里要的不是更快，而是绝对不能出事。PSA 在欧洲复制的是在强约束环境下维持系统稳定的能力。再看另一类完全不同的环境，新兴市场。以印度为例，在孟买、钦奈这样的港口，最大的问题往往不是设备，而是不确定性。人员流动大，操作高度依赖个人经验，不同班组差异极大。PSA 在这里复制的也不是大士港的硬件，而是另一层能力，用系统兜住最坏情况，通过统一调度规则，减少对个人经验的依赖，即使换人，港口也不会重来一遍。新兴市场的一句话总结：
最大的风险不是慢，而是不可预测。PSA 输出的是把个人不确定性收进系统的能力。这些案例都代表着什么呢？新加坡不仅仅把码头建在本土，它还在通过输出模式影响着全球的物流格局。所以未来不只是大士港，而是整个 PSA 背后的新加坡智慧都有可能成为世界物流升级的一部分。大士港的意义绝不仅限于物流本身。用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的话说，这是为新加坡乃至全球物流行业设计的未来。而背后更大的野心是什么呢？是城市的发展。比如，为了腾出这块港口腹地，新加坡正在用大士港的超高效率空出更多城市用地。未来，南部港口区将建设高密度的城市新区，从物流枢纽到城市生活。这不仅仅是规划，更是一场空间的革命。你看，精妙的布局，顶级的效率，从技术到规模的全方位突破。大士港正在改变全球物流的未来。与此同时， PSA 通过构建国际化网络，也在定义一个新时代的全球港口。从大士港的规划逻辑到 PSA 的雄心壮志，每一步都昭示着，当物流效率的天花板被打穿时，新的可能性就产生了。欢迎留言告诉我，你对大士港或者全球物流未来有什么样的看法？别忘了订阅、点赞、分享，我们这里会带来更多类似的前沿内容。